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江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江之主要给大家讲讲财神转世的15种体相特征。财运亨通，财路发达，拥有富贵喜乐的生活，这样的生活无疑是大多数人的向往。但是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大富大贵，生活无忧。那么从体相的角度上分析，有哪些特征的人是财神转世，生活悠闲自在，不用太过辛苦就能够财富不缺，衣食无忧呢？接下来就和小江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。1. 胖人脖子偏短，瘦人脖子偏长。脖子在相学中代表的是权力欲望、支配欲望和一个人的进取心。通常看脖子长短也不能单一而论，而是要根据个人身材的胖瘦来断定。如果身材胖的人，脖子就要稍微短一些；身材瘦一些的人，脖子就得偏长一些，但也不能太长。还有就是脖子肉比较多的人都是很有财运的，在事业方面收益丰厚，钱财不缺。有这些体相特征的人一定有权力欲望和物质追求，再加上自己本来财运也不错，人脉宽广，拥有着许多发展机会，通常事业做得也不错，财富不缺。2. 印堂丰隆饱满。印堂位于两眼之间眉头处的地方，在面相12宫里面叫做命宫。通过这个位置来看人一生是否有富贵有福气。通常印堂丰隆饱满的人头脑聪明，反应很快，思维敏捷，为人大气仗义，具有容人的雅量，人际关系不错，容易得到贵人的提携和帮助。这种特征的人大多数在事业方面发展的都非常不错，财运好，自身会赚钱，能力强劲，天生就具有经商头脑，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都能够变废为宝，很快开展自己的工作，并且做得非常出色，收入可观。3. 后背厚实圆润。我们这里说的一个人后背厚实有肉且圆润，并不是因为肥胖而厚实。如果一个人的背部干瘪无肉，则运势较差，一生辛苦劳累，容易为了生计而发愁。相反，如果后背生的厚实有肉且比较圆润的人，不仅运势好，而且还有过硬的靠山，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能够给予支持和帮助。这类人天生就是富人命，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家庭状况，都比别人要好很多。他们勤奋努力，积极向上，即便是生活条件已经很好了，也从不懈怠。而且他们感情道路顺遂，婚姻生活幸福美满，男旺妻，女旺夫，日子会越过越好。4. 肘部有窝。肘部也就是手臂的一部分，能够起到支配手腕去抓东西的作用。肘部也代表一个人的行动意识和行动能力。如果伸直手臂，在肘部位置能够摸到一个明显的小窝，那就表示这个人财运非常好，而且有一定的金钱欲望，赚钱也比较容易。这类人聪慧敏锐，有胆识有毅力，做事谨慎仔细，容易在职场中取得成功。这种特征的人性格独立有主见，而且是属于典型的行动派，想到了马上就去做，因此不会错过和放过任何一个生财的机会，收入不错，一生都不会太缺钱花。5. 臀部丰满。臀部丰满的人不仅具有吸引异性的魅力，而且做事稳重踏实，不浮夸。一般经济条件都比较好，把钱财看得很紧，从不乱花一分钱。他们一生财运很好，无论自己从事什么职业，做什么领域，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财富，钱财不愁，日子过得富裕。古人形容有钱人，就是说他腰缠万贯。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平常的电视剧中，形容有钱人富豪都是丰满而胖乎乎的。臀部丰满的人天生就是富人命，命运更好，祖上的福音助力相当不错，福禄双全，家财万贯，尤其是晚年坐享清福，富贵有余。6. 手小且厚。大多数人们认为手指越细长越好看，不过这只是世俗的看法，或者从美学的角度而言，从身相学而言，一个女人如果拥有纤细修长的手指，财运通常不会太差，不用太过操心，就能够过上好日子。对男人而言，一个抓财的手反而是手型较小，而且较为丰厚。
如果手部肤色又能微红，更是大富的象征。本人就是遇见过这样的人，他就给我讲过，80年代末学木匠才出师，就是一个小机会，让他一天赚了1万，令他师傅都羡慕。7. 胸部扩长，胸部是人身的宫廷重地，需要长得平坦而广阔，这样说明其人精神安宁，气机调和。女性胸部微微下垂，男性胸部得要阔厚广长，则说明他们容易积累财富，且才智过人，总能够利用比较少的本钱而获得相对较多的物质回报。他们胸襟气度不凡，而且个性光明磊落，不爱温温绕绕，所以不太适合做商人。也许股票、债券、投资、保险等才是他们的发财之道。8. 颈后有肉，人的颈项向上扶持着人的脑袋，下面依着四体，可以称为人的栋梁。颈与脖的相连，在体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权力欲、支配欲、进取心。如果颈项长得挺立隆直，并且光泽润滑的，主其人将会大贵；如果颈项长得丰圆结实，则主其人大富。有人说颈脖长得长就财运好，不一定正确，这得看人而论。一般来说，肥人长得粗为好，瘦人长得长为佳。如果相反，则是平腰之象。颈后有肉，封其主富，主福；无肉则是无福无财的象征。9. 肚腹丰平，肚腹犹如人身的灶台，可以包裹肠胃，并且消化食物，所以已长得又圆又长，又厚又尖，姿势下垂，皮肉丰厚清秀。一般来说，腹部长得圆滚向下的，主其人富贵长寿；腹部下坠垂落的，肚腹丰平的人相对来说会有较高的智商，充满艺术才华，也会有很好的财富运。你的创意和想法帮助聚来大笔金钱，虽然如此，但也要善用才华，不可盲目且经受不住诱惑和刺激。10. 肚脐深阔，肚脐与经脉六腑有关，中医上称为神阙，也是人体的中心部位，是人精血气机的归聚储藏之地。因为下面紧紧挨着的就是气海，因此主一个的福泽气量，故此肚脐向上长得深阔，其人则是有智慧和福泽。如果能容下一颗李子的话，其人则功成名就，名扬四海，财运亨通，自是小菜一碟。11. 小腿修长，一个人无论人生是贵还是贱，是贫还是富，总是用自己的腿走出来的，因此腿相代表一个人命运的未来走势。腿相以小腿修长为佳，主其人表达能力强，总是能够找到别人的兴奋点，而且行动能力也会不错，故此财运亨通。缺点是人缘不会太好，可能因此而背上各种骂名。12. 骨肉有成，所谓骨肉有成，是指骨肉不多不少，相辅相成。具体来说，就是骨节要细、俊、直、长、圆、平、坚实，骨上无筋；皮肉则要细腻、光滑、香暖、柔绵，色泽光润。拥有这种体相的人，则是聪明伶俐，学业有成，一生有福有寿，可成大业，不富即贵，自然也是财运亨通的人。13. 脚背柔软有肉，厚实。脚乃一个人的立身之本，是可以支撑身体最重要的部位之一。通常脚背柔软有肉，厚实且不露骨，也看不到任何青筋暴起的人，一般都是拥有好财运的。这种特征的人性格憨厚老实，脚踏实地，从不干投机取巧的事情，也不指望天上掉馅饼，都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。凭借自己的好运气以及坚韧不拔的性格，似乎也没有什么做不成的事儿。这种特征的人，大多数在事业方面做的都比较顺利，人缘也好，亦有贵人相助，因此更容易获得成功。14. 龙角骨丰隆，所谓的龙角骨，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清楚具体位置，其实是指额头的两边延伸出来的骨头，有的是看不太出来，或者说没有，而有的人不仅突出，而且丰隆有肉，这种人一生财富不缺，是典型的富人标志。龙角骨丰隆有肉的人，不论是正财还是偏财都很不错，也很会赚钱，也确实具有赚钱的条件。这种体相特征的人聪明能干，能力强劲，有理想，
有抱负，早早就已经规划好了人生目标，并且在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下，最终走向成功之路，赚取丰厚的财富，日子过得富裕。15. 手大有肉，颜色红润光洁。在相学当中，本来就有手大抓金，手小抓土的说法，因此一个人手大有肉，并且颜色红润光洁，就表示此人一定有经济实力，收入可观，日子过得富裕。这种人大多聪明能干，财运也好，无论从事怎样的职业，都很容易获得成功，短时间就能发达起来，而且他们擅长管理。不管是管理单位还是管理家庭，都是井井有条，有条不紊。这种特征的人天生就是赚钱的好手，财运强，能力强，一生不缺钱花。以上几种体相的人，通常来说财运方面都会有过人的优势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先天的命理优势虽说能够带来一定的好运，但是后天的努力更是决定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，万不可坐吃山空，努力勤奋才能够。手上这一处就能看出来，看过的都说准。手相是可以看到本人的财气线的，财气线是呈小手指根部的短并且竖着的线，代表着财气的黑白。假如想要投资理财的话，这条线就尤为重要了。这条线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，假如没有，也并不代表就会很穷，没有财气，只能说明此手相的人不太喜好投资理财罢了。假如有的话，财气方面会比较好，适合经商或者创业。财气线弯斜并且模模糊糊的不明晰的人，说明在生活或者工作上遇到了废事儿，这时只需多点耐心，少去投资，不要过分招摇，方能顺遂度过难关。财气线挺直，中间没有过剩的细线搅扰的话，说明这人财气兴旺，有良好的经济基础。假如聪慧线也开展优良的话，那就更加有可能成为富豪了。财气线很好的人，即使现在不是很有钱，甚至是贫苦，可是随着年龄增长，财气也在不断的上涨，毕竟是会过上好日子的。如果这条线长得不太好的话，那么财气线的外形也会跟着发生变动，导致经济情况下滑。假如没有财气线，别担忧，看看有没有偏财运吧。1. 手上呈现财气纹路。财气线就是我们可以有机会获取更多的机缘发家。财气线在手掌无名指下方呈现竖向的手纹，称之为财气线。假如这个方位的竖条纹路多，则预示你未来偏财运会逐渐到来。2. 手中在手掌三丘宝杖。手掌三丘是指在手掌接近手指的部位，手相中也称之为离宫、巽宫、坤宫等等，常常有3个像小山丘一样的鼓包。假如这3个方位比较丰满，并带有微白色，则意味这人的财力情况比较兴旺。3. 手相中比较旺的人，4个手指并拢，没有漏洞的人，性情都是比较温和，做事勤奋的人，所以在求财理财方面比较有才干，高人一等。4. 手相中比较节俭型的人，在大拇指两头第2个枢纽处呈现比较多的纹路，无论是横纹还是直纹，这一处也是代表会具有固定资产的手相，纹路越多，暗示积累的财产越多。5. 手相因桃花而来财的人，许多人在食指下方会呈现横手纹，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，假如有3条指节纹的话，叫做三约纹。这类人生活中是不会缺钱的，特别是女孩，常常可以由本人的桃花带来财产，
而汉子多可以娶到旺夫的女人。6. 手相中十分擅长理财型的人，在手掌桡腈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，叫做理财纹。具有这类手相纹路的人，本身就会理财，同时在企业公司内部可以作为财政的一把手或者是助理，可以在投资范畴取得比凡人好的财气，因而也终身不愁钱花。7. 手相为贸易型才干的人，食指根部木星丘兴旺，暗示这一类人性情比较大气，气色赤色优良，财气必佳，可以有给大家讲讲脸上有酒窝到底好不好。很多人都喜欢带着酒窝的女生，微微一笑甜甜的，而且不管怎么看都特别的可爱。这是大家从旁观者角度来分析，若是从面相上看，酒窝也隐藏着很多秘密。那么酒窝到底隐藏了哪些秘密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可爱，讨人喜欢。小酒窝一般多出现在女生脸上，而脸颊有酒窝的女生一般都是很标致的美女，所以也难怪大家说脸颊有酒窝的人是神的宠儿了。这些脸颊上有酒窝的女生天真活泼，显露出来的是一片纯真的心，所以特讨人喜欢，尤其是讨长辈或者老人家的欢心。面对这些面相的女生，老人家们又是欢喜又是怜惜的。当然其实也会出现在男生的脸上，这类面相的男生比较斯文乖巧型，所以同样特受长辈的喜欢。因为受疼爱和喜欢，所以脸颊有酒窝的人生活里都是充满了幸福和欢乐的。这也是大家为什么说脸颊有酒窝的人容易得到幸福。2. 异性缘虽好，却感情挫折多。脸颊上有小酒窝的人不仅讨长辈的喜欢，其实异性缘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其实脸上有酒窝的人笑起来是特别的好看，所以也会有种引人情不自禁多望几眼。但是异性缘太好，感情就容易复杂，也容易出现很多的烂桃花。相对来说，脸颊有酒窝的人感情的波折很多，心灵也受到很多的伤害。而且脸颊上有酒窝的人自小受宠爱，多少也有些任性，所以在感情上难免也有些脾气大无理取闹的事情，所以感情上起伏也是比较大的。有时候感情丰富桃花旺，却不比意志安定的独桃要好。3. 晚年运势不太好。因为脸颊上有酒窝的人年轻或者小时候都是挺讨人喜欢受人疼爱，所以大多数人对脸颊有酒窝的面相误解，认为那是很好的面相，其实在相学上是不吉的象征。不过脸上的酒窝是在预示晚年的不忌，有酒窝的人越是随着时间接近晚年，就开始感觉运势各方面开始下降。脸颊有酒窝的人要想可以安稳度过晚年，还是趁着年轻的时候多做一些善事，给自己积福积运吧。所以晚年运势不好的现象有没有显示也是因人而异的，毕竟脸颊上有酒窝的人都是比较单纯善良的人，只不过家庭的教育不一样，很可能会有些人会比较的任性霸道，为人有些高傲伤人了。但凡是友善，终会利于晚年。4. 有酒窝的人容易招惹烂桃花。在面相学上，有酒窝的人很容易招惹烂桃花。或许大家认为有酒窝的女生应该长得不错，即使没有精致的五官也很甜美，这种人的桃花运应该不错。的确，有酒窝的女生桃花运不错，但是招惹烂桃花的运气也不错，很容易出现遇人不淑的情况。有酒窝的人性格都非常随和，异性缘很不错，但是偏偏感情道路并不顺利。5. 有酒窝的人脾胃不好。
从面相学上来看，有酒窝的人身体很容易出现一些小毛病，尤其在脾胃方面，比一般人的健康状况要差一些。因为酒窝会影响到法令纹的宽度，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，令脾胃功能大大下降。因此，建议有酒窝的朋友们平时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脾胃健康，千万不要大意哦。6. 有酒窝的人不适合创业。从面相学上来分析，笑的时候有酒窝的人不适合自己创业。小酱汁认为，这种人经常会遇到一些虚伪的人，对自己不利，而且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烂桃花，没有太好的人际关系，因此对于创业来说会产生很大的阻力，一定要格外注意。另外，酒窝正好对应着奴仆宫，如果这个地方塌陷，就代表着这个人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。在人脉至关重要的今天，没有好的人脉，想拥有自己的事业很困难，这就是酒窝背后隐藏的秘密。不知道大家明白了没有？如果自己脸上有酒窝，天生的去不掉，就多多注意，尤其在交朋友时一定要睁大眼睛，人品不好的人千万不要和他们来往，小心让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。7. 单边有酒窝的人脾气不佳。只有单边长有酒窝的人，性格并不十分柔和，他们十分有个性，性子有特点，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不愿意收敛自己的锋芒，因而他们很容易触碰到他人的禁忌，因此被他人记恨。单边长有酒窝的人往往在交往中不注意细节，不会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，而是性子直爽，想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，也不会注重表达的方式是否适合某种场合，以至于与他人产生长期的怨恨和矛盾，在某一刻爆发时难以收场。除了酒窝，还有梨窝。那么有梨窝的人面相怎么样呢？你们知道吗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1. 心思缜密。有梨窝的人心思缜密，对待工作非常的认真，他们做事相当的周全。这种类型的人和同事相处融洽，但总是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，有时候真的让人感觉他们城府很深，其实他们是害怕被人欺骗。有梨窝的人并不是真的活泼开朗的，他们给自己很大的压力，希望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。2. 感情慢热。有梨窝的人是一个感情慢热的人，他们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总是会紧张，要么会淡淡的笑表示回应，要么面无表情。这种类型的人不知道如何与别人相处，尽管很多人会因为他们的笑而喜欢上，有梨窝的人对待朋友还是很重情义的，一旦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，说明你是很重要的人。3. 不屈不挠。不过有梨窝的人也是非常不愿意屈服他人的人，他们有自己的目标和理想，一直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他们可能现在能力还不足够，但不是说放弃就放弃的人。这种类型的人面对困难和危险更加觉得有挑战。有梨窝的人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他们的爆发力很强，然而很低调。4. 机会很多。他们其实不用靠别人，通过自己也能够改变命运，然而自己魅力真的太大了，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喜欢和他相处，相处久了你就会发现对方一点架子都没有，相当的内敛稳重。有梨窝的人朋友很多，所以遇到的机会也就多，只要他们能够把握住机会，他们更加有好运。5. 温暖体贴。对待身边的人非常的大方细心，他们的包容性很强，总是默默的付出，默默帮助身边的人。有梨窝的人其实笑起来很好看，他们没有太大的烦恼，做什么事儿都是顺顺利利的。不过
他们也没有因此和朋友产生距离。有梨窝的人值得让别人爱。6. 非常孝顺。自古我们都讲究百善孝为先，在老祖宗的眼中很看重一个人的德行，尤其是否孝顺父母。而左边有梨窝的女生就非常的孝顺，无论遇到什么事儿，总是先考虑父母，时刻把父母放在心里，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。逢年过节总会想起要给父母打个电话，买点礼品，是孝顺的好榜样。7. 桃花运旺。右边脸颊有梨窝的女生，无形中有一种吸引人的魔力，尤其受异性的欢迎，有什么困难总有人争先恐后的来帮助，不用担心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解决。但是太过于受欢迎了，以至于很难找到真爱。遇到那个对的人，可能要花费一番时间来沉淀自己，直到遇到对的人。8. 容易得到幸福。梨窝一般多出现在女生的脸上，而脸上有梨窝的女生一般都是很标致的美女。男生有梨窝一般也都很可爱帅气，梨窝和酒窝一样，都是很可爱的象征。脸上有梨窝的人天生可爱，天真活泼，特别招人喜欢。特别是有单侧梨窝面相，尤其会得到长辈或者老人家的疼爱和喜欢。有长辈或者老人的照顾和呵护，通常都是最幸福的。所以脸颊有梨窝的人，生活里都是充满了幸福和欢乐。从上面的视频，大家了解到了梨窝和酒窝面相代表的含义吧？其实不管是酒窝还是梨窝，都是东方美女的象征，而且都比较容易得到幸福。总的来说，运势还是不错的。好了，讲极为少见的4颗短命痣，有痣的人晚年必有一场大病发生，老公抛弃，子女不孝，家破人亡。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痣，痣分布在我们身体的不同部位。从痣象学的角度来说，痣相得分布位置不同，其所代表的含义也有所不同。那么你知道手臂上长痣代表了什么吗？下面就跟我一起来通过痣象来了解身上长痣代表的含义。1. 10颗短命痣，注定活不久。1. 天门长痣。天门是相学中对脑门的称呼，也就是我们的额头，而天门也是每个人的命宫所在。天门上面一旦有恶痣或者是疤痕的话，则证明此人的命宫就算是破了。而命宫有破的话，则是会影响此人的整体命数的。所以一般这里长有恶痣的人，往往先天的身体条件就已经存在问题了。他们从婴幼儿时期就会比较难养活，并且常年会有疾病缠身，需要经常同医院打交道，一生都会受到健康问题的困扰。2. 人中长痣。人中在面相学中，主要是人的生育、生殖功能的一个体现，而在这个位置生有一颗恶痣的话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说明此人的生殖方面不会特别健康。若是女人的话，很可能从青春期开始就会有妇科方面的疾病，再者就是婚后也会有生育方面的问题困扰着此类人，尤其是在生孩子时要特别注意生育安全。而男性朋友此位置有痣的，则是命中横祸不断，难享健康。3. 印堂长痣。面相中的印堂位于人体额部，在两眉头的中间，它乃是个人运势集中体现的区域，像是在算命中形容一个人的运势极为糟糕时，就可以用印堂发黑的方式。在印堂位置上，如果出现一些糟糕的纹路，或者是长有痣的话，就意味着命主所遭遇的运势比较糟糕。这种人一般都会运气较差，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挫折连连，而且容易招来灾祸，导致自己命短。4. 山根长痣。山根指的是鼻子的根部，两眼之间的位置，正好位于印堂下方，即鼻梁。在这个面部区域上长有痣的话，说明其人的运势较差，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诸多的荆棘，
这辈子难成大事。即使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，依然是收获甚微，并且由于自身的运势差，导致经常生病，卧床不起。5. 脖子长痣，如果人在脖子中长痣，而且是在靠近锁骨的位置，也是比较倒霉的。有此志向的人性格非常急躁，虽然有的时候也会得到一些不错的发展机会，但是由于自己急躁的性格，往往就是会坏了大事，事业发展中容易遭遇失败，感情方面的发展也不怎么顺利，自身的异性缘不好，不怎么受异性的欢迎，想要得到一段好的感情都是比较难的。这样的痣相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，抵抗力比较差，而且还常常容易生病。6. 耳垂长痣，耳朵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财运与福气等，若是在耳垂的位置处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人极其容易把钱财都花在男女之事上面，日后也很难会留得住钱，而且这样的人婚姻运势也不佳，很难会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侣，一辈子都会过得浑浑噩噩，自然也没有啥大出息，多半都是穷苦命，一旦发生意外，会因为没钱而无能为力进行医治。7. 脚后跟长痣，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脚后跟的位置处长有恶痣，则属于典型的倒霉痣，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，他们的霉运不断，日子就没有顺利的时候，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天生就是劳碌命，就算是自己再辛苦，往后也很难会成就大业，日子过得奔波忙碌，身边连一个亲近自己的人都没有，日子过得不清闲，而且因为常年劳累，到老容易患的一些疾病。8. 发际线长痣，发际线的位置处属于父母宫，代表的是他们早年的运势与个人的家庭条件等，若是在此处长有恶痣，则大多数的情况下，他们自己的先天的运势发展不佳，自己完全没有啥更好的发展，早早就会辍学，干啥啥不行，只能依靠出苦力赚钱，父母的身体方面也不是特别的好，总是会出现各种的矛盾与挫折，到最后不仅一贫如洗，身体还会有各种疾病。9. 嘴唇长痣，嘴唇分为上唇和下唇两部分，通常嘴唇长痣的人重视物欲，贪口福，很少会注意自己的饮食习惯。嘴唇有痣的人往往会患上心血管疾病，有的人甚至会英年早逝，所以长在嘴唇上的痣最好尽早去除，以免受其所害。10. 后臂长痣，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后臂的位置处长有恶痣，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，此人的人际交往能力不是特别的强，没有主见，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与诱惑，尤其会被一些不法分子给盯上，做出一些险恶之事，一旦发生，后果不堪设想。2. 10颗长寿痣，越老越有福。1. 鼻头长痣，鼻子属于一个人的财帛宫，这个位置有痣的话，说明本主财运深厚，财气充足，一生有花不完的金钱，从小物质条件就十分优越。可以说，鼻头有痣的人，从小到大直到晚年，也不用操心费力，只需要享受现有的物质条件，就可以生活得十分滋润。晚年小辈们也喜欢和鼻头有痣的人在一起，陪伴他们，使得鼻头有痣的人晚年不孤独、不辛苦，因此这部分人也属于晚年健康长寿、有福气的一类人。2. 胸部长痣，胸口长痣，无论男女，都是大富大贵的象征。俗语说，胸怀大志，痣长在胸口，能够给自己招来好的运气，福泽深厚，投资或者工作都能顺利，而且还能够利于长寿，健康运良好。4. 肩门长痣，肩门就是一个人太阳穴的位置，如果说这里长痣的话，属于享受晚福且长寿的人，他们身体健康很好，不会得什么大病，所以这种人能够有一番作为，
家庭和睦，而且在事业上能够很有财运，非常的有钱。这种人的家庭也是比较好，老了能够有很好的子女，晚年生活比较好，都争着送终。5. 小富长智。小富上长智的话，这个人一生都会有好福气，不愁吃穿，还拥有非常强的赚钱能力。除此之外，小富长智也代表着一辈子不会缺桃花，是朋友眼中的开心果，自然身边的异性也会不少，婚姻会非常幸福，家庭也会很和睦，一生健康富裕。6. 大腿长智。大腿长智的人是福气和富贵的象征，如果这个痣长在大腿外侧的话，说明这个人聪明，做事勤劳，给人一种稳重的感觉。就算早年出生在贫困的家庭，也能靠自己的努力脱贫致富，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。大腿有痣的人还能够享受到儿女福，孩子出生后能给自己带来更好的运势，身体也会更加健康，到老的时候享受天伦之乐。7. 头顶长痣。如果你的头顶长有一颗痣，那你的运势非常的不错，会有旁人非常羡慕的好运气。如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了困难，总能顺利的解决，或遇到贵人或自己顺心的结局。这人通常比别人少奋斗，却能拥有非常不错的生活环境。据说头顶的这颗痣越往中间靠，运势越好。长有这颗痣的人，自出娘胎就拥有别人羡慕的好运，如遇到困难，会有贵人相助渡过难关，或者出事之后衣食无忧，别人要奋斗很多年，而你一出生就便拥有良好生活条件。8. 发中长痣。头发里的痣位置隐蔽，一般来说隐痣多半都是好痣，如果痣色朱红或黑亮，则为善痣，更是锦上添花。有这种痣的人个性能力俱佳，能够成就一番事业，并可享长寿。9. 后腰长痣。这是指位于肚脐正好相对在后腰的痣，这颗痣在相学中被视为是福相，认为拥有这种痣的人往往心地善良，性格真诚，且乐于帮助他人。他们不仅能够主动去关心他人，帮助他人，也能够因此而获得好的人际关系。此外，这颗痣也能够体现出命主福运出色，能够在工作当中取得好的成绩，而且财运稳定，更是能够在晚年时期获得幸福生活，是典型的越老越有福的代表志向。10. 长纯黑色的痣。其实身上的痣大部分都是黑色的，但并不是特别明显，而这种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不掺杂任何的黑痣才是吉利的志向。而拥有这种志向的人善于交际，人缘较好，这一点跟嘴巴大的人相似。而且这种人的运势较强，天生好命，在工作中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。若是在生活中遇到困难，可以依靠朋友和贵人的帮助化险为夷，自然是可以长寿，也是一个志向长寿标志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